先说一件真实发生的事。2009年冬天，日本京都，一位80岁的老太太去了医院，不是因为感冒，不是因为发烧，而是因为她在自己的呕吐物里发现了一条虫，黑色的、细长的、活的，就那么安静地躺在那里。同一年，日本奈良一个1岁的男孩被家长发现嘴里有个奇怪的东西，拿出来一看，还是同样的东西，一条黑色细线活的在动。这两件事都有医学文献记录，不是道听途说，是真实发生的案例。这条虫叫铁线虫。你现在第一反应可能是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那我告诉你，这东西离你没那么远，山间溪流、水沟旁边、稻田附近的水渠里，夏天都能见到它，就是水面上那条细细的黑线，飘在那儿，慢慢扭动的那个。很多人都见过，只是不认识，现在你认识了，那就是铁线虫。它通体黑色，细的像一根铁丝，短的几厘米，长的可以超过几十厘米，在水里缓缓扭动，看起来就像一根有生命的黑线。名字也是这么来的，长得像铁丝的虫。铁线虫这个类群在地球上已经存在了至少3亿年，比恐龙还要古老。全世界已知的种类有300多种，分布在除南极洲以外的每一个大洲。它不是什么罕见的怪物，而是一种常见但被大多数人忽略的生物。它在水里的样子很平静，就是飘着，慢慢扭动，看起来像一根会动的钓鱼线。但你如果知道那条黑线过去几个月的经历，再看它安静地飘在那里，就会觉得那种平静里有点什么令人不舒服的东西。它刚刚完成了一件非常精密、非常残忍的事，然后就这么飘在水里，跟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。要搞清楚它做了什么，得先从螳螂说起。因为铁线虫真正让人背脊发凉的地方，从来不是偶尔出现在人嘴里，那充其量只是个意外。他这辈子真正在干的事儿是钻进螳螂的身体，把螳螂活生生变成一具会动的空壳，然后一步一步把它操控向死亡。想象这样一个画面，一只螳螂站在溪流旁边，盯着水面。螳螂是旱地昆虫，一辈子在草丛和树枝上捕猎，本能上是惧水的，遇到水通常会绕道走。但这只螳螂不一样，它就那么一步一步往水边走，走到了水的边缘，然后纵身一跃，跳进了水里。它不会游泳，它在溺死自己。几秒钟之后，水面下开始有东西在动，一条细长的黑线缓缓从螳螂腹部钻出来，扭动着游走，消失进水里。那条黑线就是铁线虫，它出来了，完成了自己的目的。你可能以为螳螂是不小心掉进去的，但研究人员在野外反复观察，记录过这个场景，得出的结论很清楚，螳螂是主动走向水边，主动跳进去的，不是失足，不是意外，是自己决定去水里。这正常吗？完全不正常。螳螂这辈子都不应该主动往水里跳，没有任何理由这么做，这违反了它最基本的生存本能。但这偏偏发生了，而且不止发生过一次。从欧洲到亚洲各地的野外草地，都有人记录过同样的画面，多到已经是一种可以预测的规律性现象。每逢夏秋季节就会出现。科学家把这种行为专门起了个名字，叫驱水行为，然后开始研究它。他们发现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，如果在螳螂接近水边之前就把它抓住，强行切开腹腔，让铁线虫提前出来接触到水，那只螳螂往水里走的冲动就会立刻消失，好像一个被拔掉的程序。这个实验很有力地说明了，是铁线虫在主动制造这种行为，而不是螳螂自发的某种异常。这里有件事需要特别说一下，螳螂不是被铁线虫从外面推进水里的，铁线虫那个时候还完全在螳螂体内，没有对螳螂施加任何物理力量。螳螂是自己走过去的，自己跳进去的。更诡异的是，被操控的螳螂在跳水之前，从外表看完全正常，捕猎能力没有下降，行动没有迟缓，没有任何生病的迹象。研究人员最初遇到这个现象的时候，完全想不通，眼前这只螳螂状态好好的，没有受伤，没有感染，为什么会主动往水里走？后来才意识到，问题不在螳螂的身体上，而在它的大脑里。铁线虫在跳水发生之前，已经在螳螂体内住了很长时间，是它在内部悄悄安排了这一切。螳螂那个跳水的决定，根本不是螳螂自己做出来的。有研究人员做过这样一个实验，把一只被铁线虫寄生、即将进入跳水状态的螳螂放在离水很远的地方，它会执着地往水的方向走，
绕过障碍物，穿越陌生的地形，直到找到水源。如果把水源移走，它还是会往原来的方向走，走到找不到水才停下来。看起来像是有什么东西在他脑子里设置了一个坐标，不完成就不会停止。但这里藏着一个想不明白的问题：铁线虫没有大脑，没有神经系统，连眼睛都没有，几乎是一条什么都没有的虫。它凭什么去操控一个有大脑、有眼睛、有完整神经系统的生物，替它做事？要搞清楚这件事，得先知道铁线虫是怎么混进螳螂体内的。一切从水里开始，铁线虫把卵产在水中，卵孵化出来的幼虫极其微小，肉眼几乎看不见，就飘在水里等待机会。等什么机会？等被吃掉。溪水里有很多水生昆虫的幼虫，蚊子的幼虫、石蛾的幼虫都是其中之一。这些小虫在觅食的时候，会把铁线虫幼虫连同其他漂浮物一起吃进去。铁线虫幼虫进入这些小虫体内之后，不急着继续发育，而是就地钻进组织里藏起来，进入休眠，等着搭一趟便车。当这些水生昆虫羽化成虫飞上陆地，铁线虫幼虫就跟着来到了陆地。但这只是中转站，不是终点。真正的目标是螳螂或者蟋蟀这类体型较大的陆地昆虫。当螳螂扑上去捕食了一只带着铁线虫幼虫的小虫，幼虫趁机从消化道的薄弱处穿透出去，进入螳螂的体腔定居下来，开始正式发育，整条入侵路线完成。你看，这条路线上的每一步都踩在刀刃上。幼虫要在水里等到被合适的中间宿主吃掉，那个中间宿主还要恰好被螳螂吃掉，差任何一步，这条线就废了。铁线虫没有大脑，没有主动规划的能力，全靠数量，每一代产下极大量的卵，总有几条能一路走通。逻辑粗暴，但几亿年来一直有效。值得一提的是，铁线虫幼虫进入最终宿主的方式不只有这一种。研究发现，某些情况下，螳螂喝了含有铁线虫幼虫的水，幼虫也可以从消化道进入体腔，不一定非要借助中间宿主，这让入侵的机会比原来想象的更多。只要螳螂在有铁线虫的水边活动，被感染的风险就始终存在。进入螳螂体腔之后，铁线虫安顿下来，但它对住进谁身体里这件事儿并不是完全随机的。研究发现，幼虫进入宿主体内后，会对体腔环境进行某种程度的评估。如果宿主的体型太小，不足以提供足够的营养支撑它发育到成虫，幼虫可能会停止发育并死去。它没有意识，但进化给了它一套响应机制，合适的环境触发生长，不合适的环境则触发停滞。确认合适之后，它就开始慢慢生长。这里有件事值得停下来想一想，铁线虫成虫展开后可以长到几十厘米，有记录的最长超过1米，但它住的那个宿主螳螂体长通常只有5-6厘米。你算一下这个比例，一只5-6厘米的螳螂体内盘绕着一条展开后可达几十厘米甚至更长的虫，为了塞进去，铁线虫只能把自己反复盘绕，像一根被不断压缩的弹簧，硬塞进那个本不该有它的腔体里。下次你看到一只螳螂，可以想一想，它体内也许正盘着一条比它长好几倍的东西，而它对此一无所知。铁线虫进入螳螂体腔之后，会在那里待上几个月，有的长达1年以上，默默发育。这段时间里，螳螂的生活完全正常，它照样在草丛里埋伏等待，照样一瞬间出手捕食，照样与同类交配，一切如常，对体内的异样毫无察觉。铁线虫不攻击螳螂的内脏，不啃咬任何器官，它用的方式更安静，直接吸收螳螂体腔液里溶解的营养物质。螳螂每一次进食消化后流入体腔的营养，有一部分就在悄悄滋养那个不速之客。螳螂辛苦捕猎，铁线虫在旁边安静地长大。你可能会想，螳螂的免疫系统不会对这个异物产生反应吗？会，但铁线虫有应对机制，它的体表会分泌特定的物质，模拟宿主自身组织的化学特征，让螳螂的免疫系统识别不出它是外来入侵者。这种伪装不是100%有效，确实有少数铁线虫幼虫被干掉，但大多数能成功躲过检查，安然发育。有一种说法很形象，螳螂其实是在替铁线虫打工，帮它获取食物，帮它躲避天敌，帮它维持体温，而螳螂对这些事一概不知。随着铁线虫越长越大，体腔里的空间开始不够用了，它的身体盘绕扩张，螳螂的内脏慢慢被挤压到边缘，形状开始变形，
生殖器官受的影响最深。在铁线虫发育后期，螳螂的生殖腺往往已经严重萎缩，有时几近消失。科学家解剖过被寄生的螳螂，打开腹腔，里面几乎被铁线虫盘绕的身体占满，内脏被挤压到腔壁边缘，整个体腔像一根被掏空的管子，只剩外壳还撑着形状，但螳螂还活着，还在捕食，还在走动。从外表看不出任何问题，这是这件事最让人不舒服的地方。不是死了，是活着被掏空的。外面一切正常，里面已经快没地方了。被铁线虫寄生的螳螂捕猎能力有时甚至不比正常螳螂差，因为铁线虫的策略是维持宿主的基本功能，只要宿主能吃能动，能继续提供营养就够了。雌性螳螂会继续捕食，甚至继续交配，完全不知道这些行为的最终受益者根本不是自己。这里有个冷静的逻辑，铁线虫需要宿主活着，宿主一死，营养来源就断了，体腔环境也会迅速恶化，铁线虫自己跟着完蛋。所以在发育成熟之前，它不会做任何让宿主死去的事，它在精心维护这台还在运转的机器，尽管这台机器内部已经面目全非，只是宿主自己还浑然不知。一台从里到外被悄悄改造过的机器，维持着正常运转的外表，在等待着最终指令的到来。成熟之后，铁线虫要离开了，但它需要在水里才能完成繁殖，而螳螂是陆地昆虫，平时活动的地方离水很远。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是让螳螂替它去找水。螳螂的行为开始发生改变，原本对水毫不在意，它开始莫名的往水源方向移动，然后走到水边跳进去。但这里有个细节值得注意，铁线虫不是随便让螳螂找个水坑跳进去就完事了。研究人员观察发现，被操控的螳螂往往选择在夜间行动，夜间天敌更少，路上被吃掉的概率更低。它们找的水体也不是什么浅水坑，而是水深足够的溪流或池塘，这样铁线虫出来之后才有足够的空间活动和繁殖。你仔细想想这件事，铁线虫不只是发出了一个去水边的指令，它还附带了夜间出发和找深水这两个条件。这已经不是简单的本能触发，而是一套完整的行为程序，被写进了螳螂的神经系统里，而铁线虫自己连眼睛都没有。科学家对这个现象非常困惑，然后开始认真研究。最早系统研究这个问题的科学家用了蛋白质组学的方法，比较被寄生和没有被寄生的蟋蟀大脑，找出了大量差异蛋白，其中很多和中枢神经系统的神经传导直接相关。研究还发现，被寄生的蟋蟀大脑里有一种激酶被明显下调，这个东西就是正常情况下负责突触可塑性和记忆的信号分子。也就是说，铁线虫很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改动了宿主的记忆，这说明铁线虫确实在化学层面上干扰了宿主的大脑。真正的突破来自2023年的研究，研究人员对铁线虫做了全基因组测序，结果让人震惊。铁线虫的基因组里有超过1400个基因，和螳螂自身的基因高度相似。这些基因是铁线虫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从宿主身上偷来的。这种现象叫做水平基因转移。铁线虫拿到这些基因之后，能生产出模拟螳螂神经信号的分子，再把这些分子注入螳螂的神经系统，给螳螂的大脑下命令。其中特别关键的是一类叫做 WNT 蛋白的信号分子。WNT 信号通路在神经发育和行为调控里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。铁线虫生产出来的 WNT 类似物会直接干扰螳螂大脑里的信号系统，让螳螂的行为指令被悄悄替换掉。这不是偶然的代谢产物，是铁线虫有目的地大量的生产这些东西。你想想这个逻辑有多细思极恐，它偷了你的密码，然后登进你的大脑，把你的行动指令改掉。螳螂的神经系统无法分辨这些信号是自己发出的还是外来的，就照单全收，执行了本不属于自己的指令。它控制的不是螳螂的身体，控制的是螳螂的想法，把自己的指令悄悄替换成了螳螂以为是自己发出的念头。螳螂走向水边的那一刻，完全以为那是自己的意志。研究还发现，铁线虫干扰了螳螂的视觉神经，让螳螂对水面反射的光产生了异常强烈的反应，水光成了触发跳水行为的开关。整套操控机制搞清楚之后，
科学家称其为最精密的案例之一。这套机制不是铁线虫想出来的，而是在几亿年的进化里筛选出来的。那些操控能力差的铁线虫找不到水，无法完成繁殖，就消失了。这是一个没有意图的过程，产出了精密的结果。一条没有大脑的虫把一个有神经系统的动物改造成了自己的工具。铁线虫进入水中之后，就到了最后一步。螳螂落入水中，铁线虫开始蠕动，找到一个出口钻出来。由于铁线虫极细，这个过程往往持续好几分钟，看起来就像是从螳螂的身体里不停地往外抽一根黑线。这个画面有真实的视频记录，看过的人这辈子都忘不了。还有一个细节，很多人不知道，铁线虫在出来的过程中，身体会逐渐舒展开来。在螳螂体内待了那么久，一直高度盘绕，出来之后第一次得以伸展，露出真实的长度。很多第一次看到这个画面的人都不敢相信那是真的。但更让人不适的还在后面。一只螳螂在几个月的觅食过程中，可能不止一次吃到幼虫，这意味着它体内可能同时住着不止一条铁线虫。研究人员解剖发现，同时住着3、4条铁线虫的情况相当常见。极端的案例里，有人从一只螳螂体内取出了超过10条，它们互相缠绕，挤满了整个体腔。当它们一起出来的时候，是一团扭动的黑线，互相打结。而那只螳螂之前一直活得好好的，完全不知道体内住了这么多东西。螳螂的结局有2种，有一部分能在铁线虫出来之后爬回岸上，但体内已经被掏空，也有很多直接溺死在水里。对铁线虫来说，宿主把它带到了水里，使命就已经完成。之后螳螂怎样和它没有任何关系。有生态学家研究过这件事带来的连锁影响。夏秋季节，大量陆地昆虫被操控跳入水中，这些昆虫的死亡把有机物质带入了水体，为溪流里的鱼类提供了额外的食物来源。铁线虫活跃的季节，鱼类会偏向在岸边等待。铁线虫的寄生行为成了连接2个生态系统的通道。铁线虫出来之后，会在水里积极寻找配偶，雌性能产下数百万颗卵，附着在水中植物上。成虫在水里的寿命通常只有几周到几个月，那只螳螂喂养它的那几个月就是它的全部本钱。那只螳螂从始至终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现在回到最开始的那个问题，铁线虫到底会不会寄生人体？这套系统是专门针对节肢动物设计的，它模拟的是节肢动物的神经化学信号。它的幼虫进入方式依赖节肢动物的特殊结构。这套工具箱精准程度高，但适用范围极窄。人不是节肢动物，神经系统更是天差地别。铁线虫那套神经语言对人类约等于0，你不用担心它控制你去跳水，这在生物学上根本不可能。还有一个关卡是它没法通过的，幼虫被人喝进去，迎面撞上强酸性的胃液，大多数情况下它们活不过这一关。就算闯过去，人体的免疫系统也会把它清除，不像某些弓形虫进化出了针对人类的入侵机制。铁线虫的工具不对，在人体内什么都做不了。开头说的那些案例又该怎么解释？那位老太太和男孩很可能是喝了生水，虫子进入消化道无法寄生，引起了不适，身体产生应激反应，把它给排出来了。这是医学上的假性寄生，它只是路过而已。它在体内短暂停留就离开了，不会真的安家。铁线虫进入人体的案例，全球加起来才几十例，患者通常只有轻微腹痛，虫子自己就会出来。它不太好受，但真的不危险。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它对人类造成过神经影响。结论很清楚，铁线虫不会寄生人体，它不会控制你的行为，更不会让你去跳水。如果你真的喝进去了，该怎么办？答案是，大多数情况下什么都不需要做，虫子自己会出来，顶多难受几个小时。目前没有针对铁线虫的特效药，因为根本不需要。当然，如果你在野外喝了未经处理的溪水，你有一定概率把它喝进去，经历一段消化道反应，这个概率不高，但不是0。野外的生水过滤或煮沸之后再喝，这习惯很重要。回头看，一条没有大脑的虫，花了大半辈子藏在宿主体内，把对方彻底改造，用偷来的基因操控神经，让宿主走向水边。流程精密残忍，没有一步是多余的。这套系统稳定运行了几亿年，早于大部分陆地生物。它没有智慧，
只是在执行基因里的程序。但这个程序的效果让研究者沉默了很久。它不靠力量，不靠手段，住进去，吃干净，每一步都比暴力残忍得多。而宿主从始至终都以为一切正常。有科学家思考过，行为究竟是谁的？螳螂跳水的时候，那个行为到底算谁的？从神经科学角度看，信号已经不完全属于他自己。它让人对自主意志多了一层别的感受。铁线虫离你不远，水沟旁可能就飘着它的卵。下次看到那条细细的黑线，大概会想起今天的话。它不会对你造成实质性的危害。真要注意的话，别顺手捞起来玩，再去摸嘴就行。这期就到这儿，觉得不错的话点个赞，也可以分享给朋友。还没订阅的顺手订阅一下，后面还会聊这类话题。咱们下期见。